眼前这台行驶姿态像真车一样的合金小卫士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它的内部结构。拆开它的车壳，除了仿真座椅内饰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悬挂组件由4根液压减震器组成，每次起伏跌宕都有很好的阻尼效果。这是因为它的避震筒内灌装了阻尼液压油，在运动中，这些液压油可以吸收运动带来的冲击，让车身更加稳定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动力系统。车架后方是一台 F050 电机减速箱，它会将力量分散到中央分动箱，再由两端输出到前后车桥。车桥中的散齿会把动力均匀地分散到4条轮胎中，这个就是全时4驱系统。它的传动组件使用的是一种叫万向节的传动，这个组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自由多角度的运行。承接悬挂的组件是由2个独立直桥和 V 型8连杆组成，这个就是非承载式车架，放在室内跑上一圈，这个油压减震带来的阻尼效果，高低起伏不颠簸，路沿很舒服，质感满满。为了让它行驶起来拥有真车一样的低速扭矩展现，工程师除了加大波箱的金属齿轮的速比之外，又使用一个10安的电子调速器对它的电机进行精准供电输出。此刻它就拥有了超强的低速扭力输出。虽然调速器能提供速度和低速线性，但是当低速扭矩过大时，可能随时会扭断传动或者金属齿轮。于是聪明的工程师又给它设计了一个过载感应系统，当车子在行驶过程中遇到硬物干涉，电路感应到阻力时，将会在 0.03 秒内停止对电机输出电量，避免电机独转和防止驱动组件损坏。这个就是负载保护系统。对于有刷电机遥控车来说，它们都有一个致命的通病，没有高温保护功能。通常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就会造成刷子损坏，导致电机报废。同样过高的温度也会对电路板造成损坏。于是设计师为它增加了2个高温保护芯片，一端用来检测电机温度，另一端则检测电路板。当温度达到预警值时，它就会立刻断电，降低高温损坏。这个叫集成高温保护系统。为了让它精准行驶出一条直线，它的前方的转向系统由2根拉杆组成，一根链接在2个前轮之间，另一根固定在左侧车桥上方，有一台舵机可以左右控制方向。它就是阿克曼转向系统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心分布。由于它使用的是金属外壳，车子的重心会偏上，那么下压力就会让悬挂系统运行起来更有真车一样的下压感，让你爱不释手。这个就是仿真静态 RC 遥控车的特点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现在小伙伴们都了解它的细节构造了吗？好了，喜欢这种金属机械模型的宝妈们，请带走一台，送你那位已满300个月的小宝吧。希望它不要老去，让童心未泯的乐趣时刻陪伴着它。